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君问归期，未有期。在上一期，我们聊到了轮回，聊到了正是因为宇宙在无尽中轮回，而我们也就在这无尽轮回的宇宙中无尽轮回。了解到这一点后，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在忐忑中稍许安心。我们和与我们所爱的人再次相见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情，但在无尽的岁月中，相见终有定数，于是一切将不会是那么的残忍。这就是宇宙给予我们的温柔，就如同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的那一幕。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，为何宝玉这么说？虽然未曾见过她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只做远别重逢，亦未为不可。初见这句话，只觉得宝玉油嘴滑舌，但看完整部书后，再看这句话，便知晓了谁解其中味。然而今天我们再聊轮回，却要聊聊更高一层的含义，那就是不必执着于和所爱之人的相见，因为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坐下来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问题。佛学的缘起论，世界的运转是被操控的吗？从古至今，各类宗教对此都有相同的答案，那就是一定的。早期的多神教，如古希腊宗教等，神灵如同人间的官员，各司其职。花神掌管着人间的花团锦簇，火神掌管着人间的烈焰熊熊，是神，但也很像人。后期的一神教，如基督教等，至高无上的神主宰着一切，是永恒的存在与万物的创造者，同时也是维护者乃至审判者。无论是自然、人类，还是虫子，还是一切细微之处，都离不开全知全能的神的管理。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神的旨意。佛学呢，可并不这么认为。佛陀智慧地指出了缘起，没错，也就是汉语中表示缘分之意的那个缘字的由来。佛学认为，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孜孜不倦的神，就算有某位全知全能的神，也许他可以管理太阳的东升西落，也许他可以管理四季的一枯一荣，甚至他还可以管理星空的交相辉映，但他如何去管理夜晚大树传来的每一声蝉鸣，清晨夜间托起的每一滴露珠，或者是遇见某人的那一下不易察觉的悸动？佛陀说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缘起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因缘而生，因缘而起，也就是一切有为法因缘和合。有位少年早上走在田野上，随手摘下一朵鲜艳的野花，然后插在了有位少女的发髻上。在这个小小的故事中，少年、少女和野花都是因缘际会。少年随手选中了那朵花，又在某一刹那间
决定插在少女的发髻上。这一切就是缘起的作用啊！但你是否会意识到，少年本身、少女本身、野花本身，甚至田野本身，乃至这天地本身，为何而存在？为何而发展？为何而相遇？这就是我们在轮回第1期中谈过的那样，无尽的轮回中，我们的宇宙就在一次次爆炸中诞生，一次次繁星满天，一次次化为黑洞，一次次逐步热寂中完成一次次循环。终究宇宙有那么一次轮回中，有了少年，有了少年在田野上摘下野花，并有了少年把它插在了少女的发髻上。佛陀认为事物是缘起的，当明白了这一切，刹那间思绪开朗，云淡风轻。但科学如何解释这一切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宇宙的随机性。我们的宇宙是有剧本的吗？也就是说，宇宙是不是一出排练好的戏剧？我们既为观众，又身在舞台。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风吹落了树梢上的苹果，苹果必然落向地面；水流过山崖，瀑布也必然挂在山间。这一切都是有证可循的，是固定的，是必然的。但这是世界的本质吗？其实不是。我们需要把目光看下去，看得很深很深。到了微观世界之后，我们才了解到这个世界真正的端倪，那就是充满了随机性。曾经我们以为电子围绕原子核运转，就如同月亮围绕着地球旋转那样，但薛定谔最终推翻了这种说法。科学家发现，电子原来是随机弥漫在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，就如同一团概率的云彩，被称之为电子云。确定性的世界就这样崩塌了。一切原来并不确定，而深入到宇宙本源的微观世界后，才发现随机其实无处不在。就连所有的物质本身，既可能是一颗颗的微粒，又可能是一段段的波。这就是中学就学过的波粒二象性。就连真空也是如此。真空实际上是无数虚粒子组成的汹涌沸腾的海洋，它们随机出现，又随机湮灭。知名科学家霍金就依此解释了黑洞蒸发的现象。随机性就是宇宙的本质。那你可能要问了，那苹果也好，那瀑布也好，为何只会落向地面，而不是随机四处飞散？那是因为无数的基本粒子在统计数据的指引下，构成了我们所理解、所认知的宏观世界，好像就具备了有章可循的必然。但从此随机就不存在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微风轻拂过蒲公英，种子自然会沿着风的方向散落开来，这就是必然。但种子又会飞到哪里呢？是会落在沃土中，还是会陷在石缝里，亦或是顺着水流飘走？这又是随机。就好像我们自己和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，
差不多的出生，差不多的长大，却被命运的河流推着四散远离。原来随机还是存在的，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微末，也存在于我们抓不住的宏大。只在这微末和宏大这两者的狭缝处，就那么薄薄一层，有一些必然罢了。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讲一个小故事，一定曾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傍晚，高峰期的地铁十分的拥挤，你前面的某个人随着地铁的颠簸，不慎踩了你一脚，有点痛，你不由得和对方争执了几句。不过没有什么，这不算什么大事，你还要赶路，家中还有爱人等待着你的归来。这件小事太小了，连生活的插曲都算不上，你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。可是我们上次谈到了，宇宙是在无尽的轮回的呀。那么所有的基本粒子自然会有各种的排列组合，这个数字当然是比恒河沙数还要庞大，但也会同样穷尽所有的可能。其中若干个可能就是，那个人其实就是你曾经的爱人，你们曾经相知相恋，你们曾经耳鬓厮磨，你们曾经因那一世的死亡而永远的告别，你们依依不舍，悲怆不已。但在这一次轮回中，你们居然相遇了，是宇宙学中的随机，同时也是佛学中的缘起。是的，你们居然再次相遇了。如果那一次轮回中的你的意识出现在了你的身旁，那个意识一定会大喊：追上去啊！这就是你曾心心念念的爱人啊！你们是如此的相爱啊！但你没有任何行动，也不可能有任何行动。你还要赶路，家中还有爱人等待着你的归来。曾经如此相爱的人，却这样如同两条交叉的直线，交叉之后渐行渐远。就这么结束了吗？多半是的。宇宙又一次展现了恐怖的一面。宇宙让人相遇，又让人依依不舍，又再次重逢，却又形同陌路。恐怖的事情还远未结束，你和你此生此世的爱人，也必然会有此生此世的分离。那么在未来的轮回中，你和你的爱人也会在彼生彼世相遇，可能也会如此擦肩而过，浑然不知。你害怕吗？也许，但也不必过于害怕。既然宇宙的轮回是无穷尽的，那么随机也就是无穷尽的。缘起也会再次发挥作用，你和你无论哪一世的爱人，终会在未来的某次轮回中再续前缘，也包括你和你所爱着的所有人，爱人、亲人、朋友，都可以再续前缘。甚至在那个宇宙中，你还能弥补了曾经的遗憾，甚至你会准确无误地再过一遍你的此生，也就是我们上一期所讲过的全同的叶子、全同的你我，以及全同的宇宙。这都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只是知晓了这一切的你，
是不是会怅然若失，然后陷入到虚无的情绪中？你没有错。所以佛陀给了另外一个概念，那就是性空。缘起加上性空，也就是佛学所经常一起提及的缘起性空。前者指导我们，一切的事物都是因为各种条件而互相依存的；后者指导我们，一切的事物都没有独存和永恒不变的，既是佛学，也是哲学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都要打破执着的幻境，对指导自己的人生，其实有非常深远的意义。我知道你很可能有一个问题要问：佛陀可以改变这一切的缘起吗？缘起不可破。如果某个宗教号称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，那么你只要诚心祈祷和祭祀，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结果。但可惜，在真正的佛教这里，却并不可行。在佛教的理论中，缘起是宇宙运作的基本原则，任何事物的生灭、变化都是依赖于此。任何人，即便是佛陀，也同样不能改变这个基本法则。和所有世间的宗教不同，佛陀并不是无法无天、藐视一切的神灵。佛陀是什么？佛陀只是觉悟者。佛陀只能通过教导众生，了解缘起，从而得到解脱。这便是佛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，同时也是大智慧之处。那科学呢？科学的发展能否改变宇宙的随机性呢？当然了，也同样有遗憾。从物理学诞生至今，以牛顿为首的经典物理学，让科学家们以为这世界上不存在随机，一切都可以通过计算而得到预知的结果。世界就如同无数的齿轮组成的那样，必然且确定地运转着。可量子理论改变了我们的认知，薛定谔、波尔、爱因斯坦等人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。不过量子理论从诞生之初到现在，也不过100多年的光阴，我们才刚刚摸到了随机性宇宙的大门，离搞清楚还为时尚早，更何况去操纵随机性。更何况改变随机性会不会改变因果律呢？即便是当下科学的进展，也认为改变因果律可能就是动摇了宇宙的根基。同样，佛学也认为因果业报就是缘起的具体表现之一。很有意思。那么科学和佛学在因果上又是如何对话的呢？感兴趣的话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在后面详细去讲这个话题。通过这2期的内容，也许我们不再惊惧与所爱之人的生死别离，同样也不再执念于所爱之人的重逢相遇。你没有如期归来，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。北岛的这句诗恰似这般的感悟。如何理解宇宙的随机性？这一切因何而来，又如何发挥出作用？科学还有很长的路途要走。还好，我们和宇宙都有的是时间。同样，佛陀开示的缘起性空，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？芸芸众生中，又有几人能觉悟？修行
同样也有很长的路途要走。好的，今天就讲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。也请转发和点赞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